现场录影，对不对？嗯，我们这一边呢也是录像，因为呢这个录像呢就是跟上网录的不一样，所以呢就是可以放在网上去的这一个。好，然后呢大家也可以做做功课。我也今天早上5点半就起来了，就上网看了这个名词叫 biophysical electricity， 人的中文呢叫生物压电流或者生物压电。那么呢，我们10年前呢就开始研究这一个了，但是他们的研究呢跟我们的研究完全就不一样的。他们研究是这个材料学的，包括麻省总院很多都研究。用在电脑，用在这个手机，用在这个人体，因为他们第一个研究呢，要可以将这个货品卖出去的。我们不是，我们呢就是说，既然有这个生物电，既然有这个生物压电流了，那么呢，我们怎么去改善它啊？所以呢，这个呢就完全不一样，好，今天是第8课了，第8呢？不行。第8个呢，就是说我们已经去了2个月了，那么这2个月呢，延期课就是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感想呢？我们也可以提出一点问题。再来记述我们现在这个就是辩证论治，现在是论治的时候了。昨天呢，我也整一天呢就自己做了这个网站，将来这个所有的资料都是放在这个网站上，就可重复的。昨天呢，我还将我的案诊和我以前写的文章这个慢慢的全都放进去，就是说，我就用了这个题目叫文章自己好。那为什么文章自己好呢？因为全世界没有人写这些材料的，这些资料没有，就是其实文章独家的报道的了。没有人有，你说整个历史没有人写案诊，整个人没有做这个口压炉的更没有人用这个生物电来治疗，他们都有，但是那个不是生物电，那个是电磁极，不是生物电，所以呢，他们这个生物电就是生物里面的电流储藏在哪里才叫生物电。他用的这个电磁机，它那个不是，所以呢，它这个分别是非常非常之大的。好，我们也可以提出一点的意见，看看这7个星期以来怎么样。老师，我可不可以先请教一下，您刚刚讲说那个是指你除了说我们的那一些辩证论治之外，您会针对你我们每一个 tool， 你都会做一个深入的介绍吗？都会的这个因为我现在还要一路写作，我昨天呢也写到开始写这个，就是这个我也可以说是生物压电流的治疗方法。然后我还要写到一个你这个口压炉，我昨天也放到我们的网站，你可以去那个总组队的哪里已经有一个叫 Tim Healing， 那个就可以走得到这个资料。每样东西我都要写一个原理，不是自己做了就跑掉然后现在目前写的呢，就是关于这个压电流的问题但是压电流我也要找资料，因为10年前我也看过一点的压电流人体，
那个时候只是一篇文章，10年前的，现在更多了，因为你解决了这个压电的材料，他们现在都是走这个材料，这个材料走到了就发达了，材料也可以卖，卖得更贵，所以呢，凡是有商品、有商业价值的，他们呢都是拼命在研究，但是治病怎么样？没有人用这个压电电流来治病的。现在我们有这个压电电流，就是我还要写的呢，就是说我们最近就是以前30年，我刚刚一开始就说以前30年我是研究生物电治病的。那么我们这个研究生物电就关于这个电阻的问题，还没有这个电压的，电阻影响电流，电压也可以影响电流的。那么你电流不足，就可能是这个电阻，我们这个电阻已经完全解决了。那么呢，现在呢就来解决这个电压的问题。那么呢，他们书上介绍那个压电细胞的压电电流，但是他没有说怎么充电，他们还是用这个化学物质，用人氧去充电。但是我们机械也可以充电，所以呢，我们呢上个星期呢也很成功，就是用了这个鲍鱼盒，就是一个乳癌的放在这里跳，那个乳癌的就有很大的感觉的，所以呢，我们上个星期3就开始用这个呢也是用这个光子，生物光子的理论，然后呢就是做了，我上网站呢都有做了目前做了4个乳癌的，效果非常明显，还有一个大肠癌的。感觉也马上有，还有一个呢，大肠癌，还有一个脑的就是那个内分泌失调的，所以呢，因为今天呢，我们还要继续做这些实验的，看看到底那些人有什么感觉，那么有的人说你买这一个，这个鲍鱼盒。这个鲍鱼的，那么呢，我们可不可以用其他的呢？可以，我们呢就用那个其他的陶器，陶器也是可以的。我们呢就是用那个陶瓷的那个呢也可以用在人体，因为这个它最大的问题就是说我们这个骨传导，你只是在骨头的地方，那个一个乳癌的，他说在乳房里怎么做？我就说可以用这个鲍鱼盒放在这里，这样骨头放在外面，而不是骨头在里面。现在我们也实验了，应该也有很多人用了这个方法了。还有一个就是 Michael， 你有没有用这一个的？你这个是要饭的这是我的，这是钵，我的钵。那么呢，你做的时候呢，有什么感觉？可以看看分享一下。才刚刚买来，抱歉。还没用，还没用，刚刚昨天今天才买到。是不是舍不得用？不是，这个因为我买了2个，这个一个是说问他说这个是不是陶的，他说不知道，粗的就是陶的，U的就是滑的，就是瓷，2个是有很大分别的。结果这个是真正是陶的。好，你也可以试试。
明天来试。意思表，你有没有实验过这一个的？老师，我还没有实验，但是我有个问题，就是关于骨传导，老师你刚刚讲的那一些，我们这么多的一个的那个介质哦，它的重点是会在于说，第一它是绝缘体，然后再来就是它的密度也是密度和这个绝缘体是很重要，因为它这个压电电流啊，它这个材料，他们叫材料啊，材料学的了，就是每一个材料都不一样，他现在研究用什么材料，现在是整一个世界都开始研究这个压电的材料。但是材料呢，我有的材料是从那个陈义堂教授那里来的，陈义堂教授他们是拿来做 B-52轰炸机用的，用炸弹用的，他那个贵得不得了，他成品之后呢几千块一片的，他来客都是贵的可能，但是我们不需要。我们现在最简单的就是这个是天然的，这个是天然的，那个呢还有一个呢，这个呢也是天然的，都可以用这些东西，那么呢我们可以用在头部、胸部任何地方都可以。那么就是说我们这个压电电流是通过碰撞冲击它才产生这个能量，就是机械性。那么呢，我们就是用我们这个锤子来敲它的，那么呢，你敲哪一个部位都可以，但是有骨头的，我们就用骨头，我们也可以用在脸部，这样整一个人脸，脸部呢跳起来呢。它是不是可以做美容？鼻子、眼睛、耳朵，整一个脸部会不会？理论上是可以。我们做了几个的时候呢，那个大概1-2分钟，整一个脸都发红的了，可以很清楚的看得到的。所以这个实验我们也刚刚进了这一步，还是要继续探索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因为我们这个是星期三下午才做的，那么减肥的人就放在肚子这里，这个胰腺也是减肥的，自己敲也可以。那么呢，昨天呢，我们又要做了另外一个就是美容的，也可以给大家看一看。是不断的推陈出新。反正永远赶不上。那个呢，这个呢也是他们拿来做美容的，我们将这个箭头都放在那里，这个呢就产生空气，就产生这个能量。看得到吗？放在。有看到。太远距离，我们也可以。老师，那材质是塑胶的吗？那个面具是塑料吗？塑料的或者叫塑料的，因为呢，它塑料呢，就是说，它这个原来呢就是让人家来美容用的。那么呢，我们哪一天呢也可以实验，既然你美容，我们也以前呢也用上这些拿来美容，以前加了这些东西的。那么呢，我们再加上一个力度上去，敲它也产生这个电流的。它产生这个电流，这个呢就是也有一个观测者效应。太近了反而看不到。看到吗？有看到。那么呢，就是说，只要它是产生一个能量，我们呢就可以用观测者效应，这种的能量
转换过去，这就是我们最基本的原理啊。那像如果像那个刚有一个蛮大的有个蛮大的一个圆盘，或者是 Michael 那个很够大的话，如果我们把它整个放在整个从 T， 它能够 cover 到 T12347，我们呢还有直接跳下去的话，是不是 OK？ 就一下子你就不是就是等于全部那个 area。 我们呢也要想到这个问题的，因为有的花盆呢是这么大的，种花用的。那么可不可以这样整一个小孩或者整一个大人放进去？啊，但是我们要做很多实验，但是我们要有一个勇气，有这个胆量去想象这些东西。那个大的还没实验，你看古代那些人呢，这样一个惩罚。就放在一个缸里面嘛。哦，缸。对呀对呀，我刚刚在想这个，要放在那个水缸里面。这样子敲就好了。啊，那个一路敲，他在哪里还很享受的，不知道。但是我们要做很多实验，才可以看到这些东西的，是吗？太妙了。如果放在比较大的缸，可能要注意的是耳朵有时候声音会太大声，可能会受伤。不是要的，我们也是力量很小就够的了，不一定是要很大的音量的。因为我们呢，星期五还做了一个实验意思表，你现在有没有这一个和一个小人？好。那么呢？是我有，而且我已经拿那个来帮人家敲了。你现在就敲看看怎么样？我要去我的车上了。好，有其他的，Michael， 你有这个在哪里吗？有没有小人？那你现在敲一敲这个小人。听不到你敲的，我们听不到你敲，没声音，可能就是。我可以，这样有声音吗？Vicky， 你试试。因为呢，我们可能用手机太远听不到，没关系的了，因为呢，我们呢也做过一个实验的，这个实验呢哪一天也很成功，就是当对方跳的时候，这个呢 Vita 就是按照你那个跳得很厉害，那一天呢我们也做了这个实验的了。因为它全都是关着的，关上那个就没关系的了我们有机会再做这个实验，将它记录下来。因为这个实验呢，我们星期五做了这个实验，星期六也做了这个实验，就证明了这个远距离对对方的影响的，那个是很明显的。我们以后再做这个单独做一个记录，因为我们那一天呢，从台湾给美国敲和印度给美国敲，几个不同的，一个呢就是用这个电脑，一个呢就是用这个手机，都有相同的，就是这个 meter 跳动的很厉害，就是说。能量是可以转换，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量子物理学，没时间没空间，这个是存在的好，看看还有什么问题，有便利呢？我们现在要论治Michael 有什么要？我刚刚拿的这个陶碗。敲金棒，敲，
敲了一会，我不知道他有没有感觉，但是我头就很晕，一直。你敲。我敲他就。你敲，你现在就要敲。你再敲。头带放在里面。头带放在里面。你有没有不响？你敲的不响。你要一边讲话，它才会有敲的声音。你要讲话。这个呢？你要讲话。他这个讨厌呢？到现在有一点声音。呀，你要讲话，对。不是，他这个只是机器，因为呢，我们看呢，就是我们不应该这个Zoom呢，它有一个功能，就是将那个音割开的。我们今天呢，应该用这个其他的，用这个 Line 或者 WeChat，再做这个实验，将它记录下来。老师，我可以看看吗？老师，那个 Amy 跟 Harry 可以做。是啊，我们这。刚刚这里呢就看不到。我看看，调过来看看。讲话了吗？我不是讲话了。有了。而且它是很明显的，这个没有。它背过来就有，面对他们就没有。因为它那里面有一个 detector、collector 看不到。我们呢准备呢可以用，很明显，我们这里看。呀，这个角度可以了。你可以用你那个给他看看，你就要录像就好了，不是要。那你再敲。敲一下。敲一下。好了。有冇跳啊？要。所以呢，它这个呢，就是我们要做一个其他的这个我们慢慢的以后再做这个实验，将它全都记录下来。就是说，我们是科学的，我们不是那些民间说的是迷信，好，还有什么大的问题要提出来讨论的？老师，我昨天买到这个贝壳，然后我就把烤鸭炉放在里面，然后因为我最近就是心率有些不太对，就是常常往下跳得很快，所以我就把它放在我的心脏，然后我这样子去敲，我敲了大概才十几下吧，我自己觉得那个心脏本来好像有东西堵在那边，敲了以后就松开来了。然后就要继续有觉得好转，就是继续做下去。而且呢，我昨天今天也会去看一下门诊，今天也会去看一下门诊，听医生怎么说。但是我觉得是有效的。陈卫平在不在？陈卫平。陈卫平可能今天不在。他可以用同样的方法试试看。每一个人都可以，因为这个是很简单的，就是你没有这个贝壳的话呢，就是买一个要饭的那一个。还有一个呢，我在这里呢，就是用种花的那一个。种花的那个花盆的盆底。那个也是陶的那个还是意大利
哎，还有老师说，事实上云母石是最好的，云母就是云母。云母它的绝缘体是最好的，我们都有一个云母的。呀，云母英文叫 mica 好像。好，意思表里还有代表什么问题的有问题全都是你说的了。这不是代表啦。那天老师，我们上礼拜有一个同学他问说，我们在帮人家敲是要经过对方的同意嘛，对不对？那然后我上礼拜去帮一个师傅敲，然后我朋友坐旁边，我在帮那个师傅敲到一半的时候，旁边那个朋友他就说，为什么我好有感觉？他的身体包括说他那个脑，因为那时候我敲到那个后脑的这个地方，他就说他整个脑部的那个紧缩的那个身体的体感就非常明显的。但是事实上，我那时候并不是为了他，但是他是不是只要说在那个场域里头，在那个 quantum field 里面的人，他因为我们并没有 communicate 说他要 take 这个，那这样我只是很好奇说，是不是只要这个人他在这个场域，包括说像我身边的人，只要我这样敲，不管他有没有同意，他都会受到影响。因为呢，这个呢就是物理上跟法律上、道德上有分别的。物理上你一敲，它呢就人家一个场，这个场叫 field， 这个 field 呢就是整一个地区都有的。这个场呢就是来自两个方向的，第一个我们就叫集体潜意识，第二个呢就集体意识。集体意识就是 collective consciousness， 还有一个叫 collective unconsciousness， 两个是有分别的。你在 collective consciousness 就是现场的、现在在进行的，叫 collective consciousness， 也可以说是集体意识。集体意识，譬如我们去那个 disco， 音乐一响，是当下的音乐一响，那么大家都兴奋了，那么大家兴奋，那么呢就叫集体意识。但是这个集体意识是现场的，还有一个呢就是集体潜意识。集体潜意识就是你这个音乐没了，什么都没有了，它在宇宙还是存在的。你出生之前、死后、现在，就是所有时，就是任何时候、任何地区都存在的那个叫集体潜意识，只有现在才有的，这个叫集体意识。那么这个集体意识，我们上课的时候呢，很多人呢，他坐在后排的，他也不理，他就说我在这里来吸你的气的。这样这个气扎进去，那个叫集体意识。集体意识，那些人已经知道你来这里是要这个气的了，就不需要问你同意不同意。那么但是你要单独自辩，法律上、道德上，你要征求他本人的同意的所以呢，很多人就说，我们上课的时候，很多人说，莫名其妙，我这个病也好了。所以呢，我们治病的时候呢，都是一个你是哪一类型的，我们就给你集体治疗的Margaret， 你有什么问题的？老师好，那个我最近就是跟我们家族有6个人，因为就是身体不大好，就跟他们讲说，我每天晚上10点到10点半帮你们敲铜人，他们都同意。可是他们没有上线，只是我告诉他们说，他们10点，我每天10点到10点半帮他们敲铜人。那这样子他们也能够感受得到，他们也没上线。但是他们都有进步。对，好，目前还没有反应，可是我自己帮人家敲铜人，可能我自己
奶奶，我这几天自己身体好像反应蛮多，这里不舒服，那里不舒服，是因为自己本身有病，是不是？然后也透过这样子去那个，应该是说好转反应吗？这个也是一个肠的反应啊，因为你翘的时候呢，就产生一个肠。所以呢，很多我们上次也说了，你一个人坐飞机，我们也可以跟那个马斯克也是一样，你上了太空，而在太空根本他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那么呢，他也一个是心理的暗示。譬如催眠就是说，到什么时候呢？你应该做什么，会发生什么事？那个人呢，也是在这里定了一个时钟，定时，不是炸弹，就是他到了一个时候，他那个意念就出来的了。所以很多人就说，你给我那个时候什么时候敲，他是有反应的。所以很多坐飞机的人就说你什么时候给我敲，他就有反应的了。老师，那我再请教一个问题，我们在敲那个，因为我现在每天都会自己敲，就是敲手背到那个，就手掌从这边，我们是由上往下敲还是由下往上敲？不知道，这个反正呢就糊里糊涂敲几下就算的了。你每敲一下，它都产生一个压电电流的。这压电电流呢，就像你这手机充电一样，让这骨头的电充满了。但是目前呢，还没有人呢，就是用什么方法，我今天也上网，怎么可以补充这个压电电流？他们只是一个材料，这个材料，譬如你换骨头，或者将一个什么按进你身体里面去。按进一个材料或者一个元件进你的身体，那么呢，它就可以产生压电电流。但是这个压电电流去了哪里，他也没说。但是他也说骨头，还有的细胞，还有其他的，但是以骨头为主，都是接受这个压电电流的。但是我看到他们的哪里没有说骨头可以储存生物电的，这个压电电流的可以，就是说骨头就是人体的整一个人体的生物电储藏在哪里的了这个呢我也刚刚开始写，所以我还需要更多的资料来支持我们的说法的。那老师，我再请教一个问题，我上礼拜有去树林的我们那个调整站，就是刚成立，然后有一个那个半身不遂的，他腰部受伤，他是坐轮椅来，那我们就有帮他敲，就是敲那个手背，可是他说他那个本来想要帮他敲那个后面的那个脊椎那个，他说他帮人家敲，如果这样子的话，我们就是拿敲头人帮他。你敲手敲脚，这个不会受伤的嘛？他如果他们有的部分不让他怕嘛，不让人家敲的话，那我们就是拿着我们做这个，可以因为搓的时候呢，搓去呢，那些人是很难接受的，譬如我们都很痛，敲下痛，有试着帮他敲，然后就说很痛。然后一步一步来了，给他敲，从然后慢慢的他信了，他就敲手的了。我现在每天呢，我是自己在这里敲脑袋，我的脑袋也不灵了我还有一个图片，这个图片呢就是30多年前呢，我得到这个资料，就是少林寺用木棒打这个身体的，他们练功是这样。那么他打的是，因为这个他是在易筋经里提到的。易筋经。那么就说练易筋经的人呢，就要打这个筋，但是他没有说是骨头，因为那时候也没有这个骨头的理论。
所以呢，我们现在也是，我们也是去了少林寺，然后为什么那些少林寺的和尚都是剃光头的？要打骨头啊！要打骨头更清楚。还有一个吴医生，上海的有什么问题？谭老师，淑英姐，谢谢。那个我可能有一些问题，不知道前面是不是有人问过了。一个呢是这个，我是用了一个袖套装它，这样子比较的，就是一个是一个像袜，就是那种有点像袜子一样的，但是它是袖套，我把它装进去，然后呢这样的话平时用没关系的是吧？外面包一层布。没包什么都没关系的这个绝对。我买了一个这个陶盆这个陶盆。陶盆呢是把这个直接放在里面呢？是这样的呢，还是把这个里面拿出来放？一般呢就是放在外面就比较容易一点了，放在外面呢你就敲它就容易，但是两个应该都没有大的问题。我们有一个就放在里面的，我们呢有一个呢就是放在外面的，放在里和外。这个放在里面，我要把这个盒子打开不需要或者打开来这样都可以的连在哪里就可以了。连在那儿然后还有一个这个节奏我是敲的节奏有吗？速度是多快？敲的节奏呢一般以慢为主，因为这个频率不需要太快，慢慢的敲，因为你慢敲呢才是你自己的心平气和。你自己试试嘛，你敲得太快自己不舒服的。我还有一个问题但是你在那些佛教的敲木鱼的速度怎么样，你也怎么样就可以。木鱼有的敲得蛮快的他念经的时候。因为他们是念经的，是按一个经收钱的，所以这快乐。我念给你念了多少片的？还有一个就是敲的时候是这个木头这个地方是碰上去呢，还是这个碰上去？不是木头的这个因为木头呢它才产生3个压力的，这里一个压力，这里又有一个压力，它就有几个压力的。那么呢，你用这个敲自己的骨头，还是这个方法舒服？你用这个也可以，但是就不是这么舒服，而且产生的电流也不一样。明白。那么我看您这2个锤子跟这个之间是有一个胶布还是什么东西粘住？什么都可以，你自己要看看自己用什么方法，将它连在一起。我们呢，这个是用这个透明的胶纸。可以在中间放一个海绵调整它这个中间一定要有个距离 ，OK， 你中间要有个距离，这2个才能够撞击。OK， 没有距离就没有撞击了嘛。好，明白了。谢谢。老师还有现在有用这种方法，就是一个海绵的管子，然后你就固定在这里，这样子，就想办法让它中间有个距离就是了。这样。明白了。谢谢。好，那么张老师，你也在给很多人敲了这个骨传导的了。我们现在主要是敲这个红人，骨传导敲的不多。骨传导刚刚开始敲，还没有就敲的不多，但是敲了现在，因为我们敲红人敲了有2个月了，反正还是很有效果的。效果还满意。睡眠好是大部分人都有，80%的人睡眠都好了。然后那个还有那个2位帕金森的也有。那2位帕金森很成功。其中有一个在这里嘛。张建军嘛，建军现在人在这里嘛。齐建军，对。好。反正都还可以，因为我们每天都在敲嘛。
每天敲1个小时左右啊。帕金森呢，我们呢在这里从督脉敲到脑袋，脑袋再敲到韧带。然后我们这里几个帕金森的呢，他们觉得呢最重要的是后脑，后脑和 T1 第一颈胸椎，人呢认为呢，它后面呢就是脑干的地方，这脑干的地方呢，他觉得就是很舒服的。现在我不知道，就是说这个，像镜头和扭针，我说是镜头和扭针，镜头和扭针是放在前面，还是放在里面？里面我现在放了一点压电陶瓷，因为我没有谭老师那么多东西。那个可以的。然后呢，我们呢就做了一个小的，这个呢就是我们最开始的原始的压电陶瓷。这压电陶瓷呢，就是那个声呐用的。就是买这个压电陶瓷啊，原来是30多块，就是买这一块石头，然后呢，我们将我们的这一个连上去呢也可以，例如我们敲任何地方都可以的，任何地方就小的。好的。那么呢，现在这个国内这个压电陶瓷就是非常薄，然后就是要就还是扭针，我现在还是觉得扭针要厚一点，要好一点。扭针呢，这个呢也是大型的扭针呢，它里面呢都有保护好的压电陶瓷。我们呢里面呢也是一个压电陶瓷的。对，我们这小的压电陶瓷搞得不好就碎掉了。可以的碎掉。当然嘛，所以呢，这个呢就是。一不小心这个压电陶瓷这里就碎了。这个呢就是。要扭针要这样贴在一起才好。我们这里呢。我知道压电陶瓷这个可以多几片放一块儿。不成的。不可以。所以不敢瞎搞。可以的。不敢随便弄，就是。然后呢，我们呢，原来呢也是这个也可以。就是有小的用途的，小的用途呢也可以用这个小的。这是麻雀吧？不是，这里没有有的有的没有。就是说我们有压电陶瓷的有，还有这个引力纸的都在里面。这个呢翘起来呢，它这个能量也是非常大的，这个呢就可以按在身体。这样我就知道哪个有什么用处。没关系的，因为你不是拿来做实验的这个表，这个我们买不到。买得到没用，你不需要。还有一个方法呢，就是将这个扭大的连在这里了。镜头，我觉得我们没有合适的镜头，就是这个镜头，我觉得可能。镜头它都是一套的。我就为了这个镜头，我都头疼死了，不知道哪个镜头能用。不是啊，它都是一套的呢。然后呢，那么呢，这个呢就是也可以将这些东西放在哪里这个呢就是有的时候呢，就是你自己想的是什么，就应该做的是什么我们因为一理通百理就没了，所以这个谭老师这里就是天天都在进步，我们跟不上。不进步了以后就是在这里停下来就算了好，还有其他什么问题的？我拖了鞋也赶不上。还有什么问题的？我们先慢慢敲吧。佩姐。就是昨天我买到这个。你这个比我的还大。没有很大，就是刚好可以照顾上的脸。然后昨天我就帮他试了，先打那个就是额头跟眼睛，然后他的那个眼睛开始是麻，然后后来就痛了，左边眼睛痛了，然后
后来就帮他打那个身体，然后就打他那个因为他昨天就是有点头热，知道吗？然后好像要发烧了，然后他胃有点痛，我就帮他打他的胃，然后可是打完他还是痛，然后会麻，这个然后我昨天试的结果，我打的时候他都是发麻，全身发麻，然后发麻完，今天早上很奇怪，他的尿的颜色是那个橘红色，为什么啊？然后我不知道啊。林医生告诉他这个是什么的？林医生，你是学医的。怎么办？我在想，是把里面的那个毒素跟废物排出来。不是毒素，那个中医叫毒素，其实呢就是死亡的细胞皮排出体外。我最早就是敲的时候就敲了5分钟，这个就是这个下丹田，然后就是也是那个时候尿频，后来敲了以后就好了，就不尿频了，然后有一段时间就尿的颜色也特别深。跟喝水没有关系，现在喝水少也不会这么深的尿。没关系的后来现在就不会这么深了。专利应该给他多做后脑。后脑啊？因为后脑的它是神经脑干，就是后脑那里的。哦，好。好。可是他这个尿这个颜色有关系吗？因为他就说这个很多死亡的细胞排出体外了。可是他昨天也有点胃痛然后他半夜有起来有吐。没关系的，他身体要调整的。那我要继续敲哪里，老师？后脑给他加强后脑，因为他是后脑出问题的。好。好吗？那个尿是不管它。那个尿是好现象啊，就要让他多一点喝水，这样更多的死亡细胞排出来的。好。好。谢谢老师。好，还有一个 English， 你有什么问题的？老师，如果我买到一个很大的那个陶瓷，可以把整个铜人都罩在里面，那这样子是不是就可以做到全身了？不可以，因为呢，我们呢这个呢是需要一个敲击它才产生能量的这个压电。你买一个更大的放这个铜人，你就少了一个要敲它的。老师，他是说这个样子把整个铜人都盖住，然后就这样敲，这样是不是整个铜人全身都做？我们呢也是做了一个实验的，也很久以前的了。那么呢就不需要这一个，我们呢就是连在这里的或者你要连在屁股。这里面都可以撬，我们都有的，你可以看看在外面那个，在外面我们那个铜人那里，就是那个箭头都有的，你可以看看我们原来的那个design是怎么一回事那么呢，现在有的人觉得，反正呢这个对人体没害，我们可以尝试用这个方法。那么你给人家撬，自己撬有什么反应吗？我是发现直接敲在那个骨头上，反应还不错。前几天我在网络上查到，就是说一些天然的，就是生物电的材料，它里面包括就是老师刚刚其实前几个课堂里老师有提到骨头，然后我发现说那个除了骨头，还有那个他这里提到 tendon， 那老师刚刚又讲到那个少林寺的和尚，他们有用木棍来敲自己的身体，因为我想这是正好因为骨头还有这些 tendon 就是tendon 呢，因为呢 tendon 它是软组织的。
原子质呢，它这个细胞它接受的能量是很小的，那你看我们的这个，那么呢，我们有的时候补充能量也是可以的，这个是以前做的了啊，那现在是不是我们可以就说我们春季的那个开放已经要开放购买了，是不是我们能够就说就卖镜头？可以的，卖什么连我卖出去都无所谓的了。要把老师这个边，然后一起送出去。卖果他说是不是1块钱2个汤天的？我说哪里的？汤天还要买1送1呢。我觉得好像镜头和扭针比较更加现在用的多一些。呀，我们可以也许可以想象用卖这个，就是最容易就拿这个直接就是放在哪里就敲哪里，然后这里面有钻石，有压电陶瓷，有钨合金，然后还有什么？可以放3个 coil 进去。还有 coil。对，慢慢的不急的这些。像那个 ingreen 就有2个嘛，就是麻雀就是这个样子。你的麻雀 ingreen 就有这些东西了。我们还是在实验阶段，但是第一步已经很成功的了，这个实验。但是因为我们这些我都一路拍录像，然后说这录像都放在我们的网站啊。还有一个就是那个豆宝人，你昨天也看过我的那个，有没有看过我那个网站的？有。看了你觉得怎么样？老师拍的比较清楚啦，比Zoom的什么那个画质都还蛮清楚的，所以影片也不会很长，所以如果像那个苏 KK 他可以把它用上字幕的话，我觉得那个将来去分享的效果会将来慢慢的一步一步来的，希望还有其他的人看过吗？因为我这个呢都放在那个同仁种子队在那里的希望将来这个放上去全世界。然后我有点自大叫文章自己好，你没有一点的自大，那个也做不成大事的那个叫自信。那自信呢，真的，但是说以后说的文章呢，都是我的一步一步放进去，只是做一个，然后现在开始做这个 Google 的，我们 Google 那里还有一个，无所谓的，反正这个也是download进去有，人家分了5个不同的那个folder。他有那个老师就说有一个 Google Dropbox， 2个都有，2个我都有的一个 Dropbox， 一个 Google 2个。将来呢，很多资料是凡是其他人的有的录像都可以放进去，因为现在人就是爱看录像，不爱看书的了。录像1分钟1个，那个就很简单，不需要太多。现在那个我是说了一句嘛，头子猢狲看头气猢狲看猴戏猢狲看猴戏，有样学样。大家都是来做到孙悟空就可以了，就是大闹天宫。我想问一个关于那个我不晓得这个叫辩证还是论治，就是我们的神经中毒的时候是应该怎么样的处理呢？神经中毒的话呢，一般西医呢有很好的疗法，因为我们这个主要是分2个部分，就是第一个身心灵，这个身呢就是以生化和生物电为主的。今天呢，我也看到大陆的有很多学者，就是说我们的气就是生物电，生物电就是我们的气，其实不是的
因为它这个气太抽象了，这个我们的气就是说波与力，这个波力二项产生的能量就叫气。那么再就说那个引力，万有引力是不是算是气，也是能量啊？但是万有引力就不一定是神经的问题了。还有这个光子，生物光子，现在又多了一个压电流了啊，生物压电，所以呢，这个能量是气的一种，所以呢，单单是用生物电去解释这个气是不够的，所以呢，中医的气或者西方的 energy E=mc²，那个呢就是爱因斯坦的，但是就是你弄懂了什么是能量，但是这个能量在不同的意念意识之下，就是身心就是意念，不同的意念，这一个身又不一样，这个能量又不一样了。所以呢，我们处理这个能量气，包括引力，包括生物电子，还有包括光子生物光子。那么呢，就要看你的意念、你的心怎么去用的了。心你可以用牛顿的经典物理学，就是看山是山，对。那么呢，去了这个量子，看山就不是山的了，看水不是水的了。他看山又不是，那么最后呢，他的最后一个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就是说我将你这个修理好了。这两个意念呢不一样。不懂，老师你说我帮你这个修理好是什么意思？就是原来的啦。OK， 你说古典物理是物质性的，所以是唯物论。唯物论，然后你现在到了唯心，是客观。对，唯心就是主观。然后唯心就是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然后怎么样又变成看山是山，看水是水呢？最后它原来正常了，还是山还是水？你是说医疗方面？医疗方面。你是指医疗方面？不是。你这个量子物理学就是观察者效应，就是这样。所以呢，大家就真的要做功课，看看观察者效应。所以呢，你这个心和这个气，而且这个生物电就不一样的了。生物电也是一切的能量，一切的所谓气，它也是波粒二象。波粒二象，牛顿呢就不可以改变，但是去了这个量子物理学，一切都可以改变，随心所欲，就是随心，物随心生，就是这个道理。但是其实物随心生就是这个量子物理学了。然后还有一个是那个旗在动，风在动，还是你的心在动，都是这个是量子物理学去解释的。好啦，正上的疑问就要下个星期再来讨论的了好，我又要溜了。还要问的。就是我刚不是太懂，所以说对于说在一些神经的中毒上面来讲的话，我其实不用去想太多，我还是要回到它有什么样子的表征，有什么样的心疼去解决吗？它神经中毒呢都是化学性的，那么呢化学性的东西呢，我们运用化学生化的原理去解决它，就不是用生物电的 blockage 去解决的，它不属于 blockage 的。那么呢，它中毒就是说你中了什么毒，譬如做牙医的，他们说你水银中毒，那么就要是清洁这个水银的了，是吧？还有很多中毒的，你为什么你中毒是哪一个化学物质让它中毒的？毒就是物质，
所以呢，我们不解决这个生化的，我们只是解决生物电。生化专家已经太多了，他们整一个研究都是围绕这个生化。那么呢，就是说我们不是万能的。要是生物电出了问题，要是有这个 blockage 或者电压出问题，这个是我们所能做得到的。理解，谢谢老师。了解。好，老师，这是我再问你一个问题。怎么还问了？我要溜了。我问你啊，那个我们可不可以讲，我们中国人讲的气，事实上就是 equal 美国人的西洋人的 energy。就是 energy， 但是 energy 又有分别了。你去了这个意念，去了量子物理学，两个物质都不一样的了。是吗？你这个观察者效应就是改变能量。所以呢，又要看你的思维是什么。你的思维还是在流动的哪里，这个能量就改变不了。要是你去了量子物理学，就改变了。OK。现在你不可以改变我，我一定要溜。谢谢老师。好，现在